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好久不见！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学者阿离的阵容教学，让你全面理解学者阿离的强势之处，做到把玩也能上分。阿离不是打节奏的吃分阵容，而是成型无敌的所学阵容。一个登顶率仅次于10次元的阵容，居然会被很多博主说只是个烂分阵容，我是真要为阿离鸣不平了。阿离强势的点在于他变态的过前排速度，任何2星战士都是2个技能融化。来看这波，对面3张2星5费的6时间，阿离用了3个技能，在6秒内就锁定了胜局。阿离阵容在面对邪剑仙、狂暴尼拉、魔战士等前排英雄多或者前排 C 的阵容都是大优，面对金丝猴、小法师等前排单顶的阵容是军事，吃质量和站位，面对高次元是小猎，抢牌的同时杂鱼单位还有盾容易秒不掉，时不时丢出来的石甲虫也很麻烦。阿离装备必须是1回蓝2暴力，回蓝装里头盔和蓝 buff 强度差不多，我更推荐蓝 buff， 因为开局只要 A 一下就能放第一个技能，一次平 A 的时间刚好是对面怪被聚起来的时间，能最快的打出爆发。青龙刀是最次选择，除非迫不得已不要青龙刀，暴力装里帽子法爆是最优选。次一点的可以是巨杀破防，但一定不能是纳什鬼书这些对伤害加成不高装备。一个技能打死和一个技能打残的差别是巨大的。这里单独说明一下大天使和科技枪。大天使属性上契合阿离，但实战情况是和阿离的爆发相背而驰的。开局秒前排的10大天使没有别的输出装好用，拖到后面对面也只剩后排不需要叠起来的法强也能秒，而且一定不能同时出大天使和蓝 buff。开局满蓝的狐狸直接丢技能，没有巨怪的时间。科技枪在你能给前排找满3件装备的局强度不错，少装备局还是尽量不做。前排刚需一个离子，建议在给阿离找完1件回蓝装1件输出装后就先做离子，其他肉装里就板甲比较合适，更推荐小鹿带离子肉装顶前排，巨怪后他技能打1圈，3星之后也有不错的输出，剩下的肉装捡垃圾即可，有什么带什么。小鹿波比都有战士属性，带战士装也是可以的，除非是学习拼读或者是咒刃的佐伊，否则后面装备都是要换给瑞兹的，除了最好补1件重伤，其他装备都是有啥用啥了，捡垃圾就行。神器方面如图所示，卢登阿离、魔晕阿离、巫妖佐伊强度都很夸张，别的神器就只是适配，强度略高于普通装备了。海克斯方面优先选择战力，选经济类的需要一些排运快速3星，学习拼读，施法即是防御，咒刃、辅助魔像都是顶级的战力海克斯。狐狸苛求完美装备，潘多拉的装备对这套也是顶级海克斯。这里要提一嘴，有圣杯时要注意不要让蓝 buff 狐狸吃到，原因同上，开局满蓝的狐狸没有巨怪时间会假赛。开局有眼泪、魔抗、大棒、大剑4种，其中1个即可应完，不必太在意佐伊、波比、小鹿的数量，无论质量如何，前3轮都要连败，保证第1轮选修抢眼泪，实在没有就大棒，一是自己用得上，二是不让同行拿，同行如果没启动装包比你死得早的，回来之后正常上怪，不用再刻意连败。阿离没来前可以用芬妮，花仙子前期自带1件装备强度不比阿离差，打石头人的时候如果嫖卡一直不顺全1星就小滴几下，滴到2只2星怪，然后全站右边就能打过了。3到1卡4级滴到40块，滴完之后 F 一下上5人口进入强势期，5级没人马可以继续上芬妮，然后就是卡50慢递3星即可。压力大嫖卡很烂，就先硬递到30，再攒钱慢递。一费卡数量差不多了，有一个已经3星，别的差1-2张3星，就先拉6再慢递。等狐狸3了以后，钱够干拉人口可以直接干拉，补体系牌或者补命运补堡垒都是可以的。8级没米利欧放巴德塔姆都可以，8级来泽拉斯且买的魔杖大于90也不要米利欧，直接换泽拉斯开真伤。阿离最晚可以接受5-1 3星，装备队的2星阿离加上随便1-2张3星一费是足够打4阶段的，被入也只会被入1-2只，但这么晚3吃鸡基本是无望了。后期站位大于一切，如何站位我后面会细讲。有同行或者阿离数量少的时候的处理方式，一是上文说的开局3连败抢眼泪，狐狸没有回蓝装强度低很多；二是如果你佐伊波比数量很少，直接拉6转重装阿离，构筑如图，卡利西之低3星阿离，你直接上6滴阿离比起同行在5级慢递的概率高。如果同行已经有很多只阿离了，你3星无望时可以根据对局环境还有嫖卡情况转成重装会或者小法师，又或者高命运瑞兹，主要看你这把其他人的阵容选择。如果有一家玩金丝猴，一家玩狂暴尼拉卡特，那你转小法肯定是1滴1张小法，
如果别家大多数都是4费阵容，那你上8找瑞兹也肯定会更加的轻松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。转高命运瑞兹的玩法节奏比较像上版本的辛德拉，6级低2星狐狸加4重装连胜，后面拉人口找高费卡补上限，但狐狸的上限肯定是没有辛德拉高的。狐狸不3没有依靠狐狸吃鸡的可能。如果你已经决定要跑路，那3-2第2个海克斯一定要选经济，无论是转3费阵容还是上8，都是非常缺钱的。最简单公式的站位如图所示，对面前排在左边比较多就站左3，对面前排站右边比较多就站右3。你只需要改狐狸一张卡的站位，对面要换整个前排的位置，对位肯定是你占优。要注意的是后期优先对位剑姬、卡米尔等前排大 C 的那一侧，先手秒大 C 比秒一堆杂鱼更关键。下面是实战画面。这个站位要注意对方的绕后站位，在左边不站前排怪的正常情况下，左边的怪是进不来的，会围着你的单顶的前排站一圈。但是如果对面在左边前排放满，第2排再放一个近战时，这个近战就会绕进来，直接走到最后一排。你看到对面有绕后站位的想法时，最后1秒拉一只怪到这里就行。在面对单顶前排的阵容时，阿里不要站中间，把你的阿里左伊瑞兹都移到对面主 C 同侧，主坦放到对面 C 位对侧沉底。前排单顶一个吃第一波伤害，如果你能确保你过前排的速度更快，你甚至可以把阿里放第3排。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过了前方单顶前排后，可以让阿里直接去秒对方 C 位，不然会出现过了前排但阿里技能一直在打杂鱼，然后被对面 C 位逐渐点死。主坦放对侧是为了拉扯对面阵型，面对金丝猴还有小法师，这招都尤其好用，对面 C 位很容易走上来白给，请看实战。这波无论是猴子先倒还是猴子被波比吸引走，阿里都是直接去切金克斯的。如果我是3星狐狸，这一下已经锁定胜局了。当然如果我3星，他这个猴子也是早就倒了。看狐狸切金克斯时候的位置，在对面被拉扯出来以后，狐狸还是超前走了一格再去打的金克斯。如果你足够自信，你大可开局就把狐狸放在第3排的这个位置。至于全部沉底站位，阿里一样是站对面 C 位同侧最边，开局直接就能打到后排，一样看实战。阿里第一个技能直接秒了娜美，轻松锁定胜利。最难打的站位应该是两侧各站一个坦克，其他人沉底，特别是高次元这个站位，前排站2个带盾的挂件，狐狸不用技能打不死，配合上时不时的石甲虫和会单个跳上来的杰斯，很难做到一穿多。但会这样站位的人不多，目前我想不到解法。各位观众老爷打狐狸的时候可以这样站，或者有什么解法可以提出。还有一个点是装备多的局，让别的带肉装的怪单顶前排，带离子的怪站阿里旁边，尽可能让离子晚点死。站位的理解千变万化，我这里提出的几种也只能算是抛砖引玉，各位观众老爷可根据实战情况自行调整。前期不买花钱的魔杖，祈愿树也不要买，随到假人或者加血不利于连败拿眼泪，随到给英雄给钱的也只能赚1块，收益不高。3阶段进入强势期后，不用强求每波递魔杖，看到有适合的拿就可以，不必每波为了拿魔杖而多递3下，稳经济最重要。4阶段如果阿里3星了，同上不必强求魔杖，如果没3就要每波递一个战力魔杖，尽可能的赢下每一场的同时追3星阿里。5阶段开始基本就要波买法杖了，阿里3的碗的最大缺陷也在这儿，很难做到波买法杖的同时上人口。有关法杖要注意的是，地震会影响你局怪，属于是负收益法杖，注意避坑。和以往视频一样，我在这儿做个总结，有助于各位观众老爷的理解与记忆。1. 成型吃鸡阵容，前期不必追求连胜，完美装备和保经济是关键。2. 副 C 瑞兹而非左一，
左一只是带瑞兹装备，拼读，骤刃下除外。3. 同行多速升6抢阿狸玩重装阿狸或者是情况跑路。4. 狐狸3后可以干拉人口。5. 打前排多的阵容阿狸左3右3巨怪打单顶或者沉底阵容阿狸放两侧，等过了前排就秒 C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还请点个赞支持一下 UP，我们下期再见。